个，我当天是陪陈佩琪医师去咨询律师，所以我是陪同者，好，没有什么问题。第二个，我有收到传票，本来是约礼拜3，那我跟他改到今天约礼拜3有重要的议程，所以等一下院会结束，我跟廉政官约好了，所以我会到廉政署去作证。我收到的是证人传票，然后他是贪污治罪条例的案由。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收市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国南、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李柏毅，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五哥，大家好；政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好，那对国内来讲的话，那你当然也会关心到，国际之间，川普当选以后，两岸之间会变成怎么样？那俄乌战争会提早结束吗？所有这一切，那事件的联动到底又会产生什么样一个状况？但对国内来讲的话，当然最大的一件事情还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金华城这个案子，检方侦办的角度越来越快。好，那今天最新的一个讯息是，好，包括检方呢，那在延押以后，再次提讯了包括柯文哲啊、李文忠这些人，同时。有很多人当然在过程当中注意到这几天，包括陈佩琪被传讯了，包括蔡壁如被传讯，但都是请回 ，OK。那今天最新的是黄珊立法委员黄珊，那今天也要到廉政署去作证 ，OK。媒体上面讲说他的那个传票的过程呢，里面当然是用所谓的贪污治罪条例，然后是证人的身份，那到底是要问一些什么东西呢？那这过程当中，那未来整个侦办后又会怎么样？包括。昨天揭露出来的那北院那个裁定书，引起了各方非常多的一些热议，文盲法盲，大家各自批评不断 ，OK， 很多这样一些论调。但现在看起来的话，侦办真的越来越快。创下，如果再这样下去啊，看起来2个月以内，北检势必要做出一个决定 ，OK。而这个决定有没有图利，有没有收贿，有没有什么？这从昨天的那个裁定书出来以后，各方很多一些认证。今天提柯文哲，你觉得为什么？其实今天提柯文哲。又是李文忠，又是应小维，对。然后为什么？就是2个裁定书嘛，2个裁定书，一个是金华城土地的第2次的，另外一个就是传出来的那个被延押的裁定书，里面其实210万、1500万，里面其实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法官看到的证据里面，他们检察官已经不是，而是法官认为这个证据，可以被接受，金流是存在的，所以金流存在的。那今天在提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想象是像浊水溪的流域一样，这就是金流流来流去，目前已经在查源头了。上流是雾社溪还是那个什么，已经在查源头了。所以其实这个大概整个金流的图像，检察官慢慢从那个延押庭或什么，其实检察官慢慢的就是大概把这个探勘的越来越清晰了。所以就来问的就是，你觉得已经找到有一些的金流吗？因为当然有一些媒体人，譬如说，你说像3立的马玉文，我今天有看到他在脸书上有讲说，他说金流有找到，但到底有没有找到，你真的不知道。那只能从那些裁定书里面讲，好，最起码北检认定上，他觉得是这样的感觉。可是你刚刚说法就是讲说，现在已经不是单纯在查下游的一些东西哦，等于是在往上稽核到。真正的源头到底是哪里来的？源头里面，当然我们知道一条大河流有好几条支流，但是主要支流大概是金华城嘛，所以会看到动作里面会连续下来。连续下来是什么？整个这个金流这个图像，然后至少有金流嘛。那至于说是不是法官认定？那个就是像他们的柯文哲的辩护人讲的嘛，由法院来审理嘛。现在无罪推进人，但是至少证据上、呈现上，检察官手上、北检手上是有东西的。而这东西你从他出来的资讯来看的话，恐怕不是这过程，而是先前就有一些零碎，但是他们把它串得起来，勾稽的一个比较可能完整的图像，然后接下来就查源头嘛。所以呢，在那个你会看到的就是先前传得出来一个奇怪的文章。不是那个朱将军雅虎对，传了一个奈，那传了一个奈之后，不是讲说小沈很小气，然后7个人210万，对不对？感谢560，感谢560，那后面也分传给蔡壁如，那一天就看到这个资讯，就怪怪的，结果蔡壁如也被约谈了，然后证人，然后再过来陈佩琪。第2次再进去，然后在这同时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更奇怪的是，怎么黄珊珊好久没出现的，又陪着陈佩琪，然后去找了专门处理洗钱的庆启仁律师，
本宫，对不对？那个他的脸，对，他的脸书也很喜欢用本宫，本宫，对不对？那这个公主，这个大公主，对不对？宫是那个宫廷的宫，本宫为什么找他？原来今天出来了，早上的时候黄珊珊说，其实他也收到传票，但是因为礼拜三他有事情，那有事情，所以他不能去，那不能去跟那个整个就承办的那个检察方那北检联方面检联有讲说他改今天，对啊，那今天院会结束之后他会去，所以他当然目前是证人，然后但是涉及的是贪污治罪条例，所以到底情况会怎样？那当然林涛一定会很嗨啦，对，林涛一定会终于等到了，然后姗姗来迟。可是你看，当你已经收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大概其实就是检察官已经开始把拼图，把那个各种零碎的拼图拼起来，然后起诉书，我相信也已经在做准备了。而在这做准备里面，当然呢，以黄珊珊现在在立法院开议期间，又是证人，所以呢，郡县委员应该不用担心说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要加开院会，因为真的人不需要。大概，但是黄珊珊都最后进去，那整个柯文哲身边最重要的3个女人，都在最后一个阶段紧锣密鼓。我是觉得起诉书快要出来了，而这起诉书快要出来的时候呢，麻烦的是12月7号，民众党在要改选，如果这个再出来的时候，2.2万据说的党员，如果很多人就不想投票了，不投票呢，所以他们急啊。所以急的时候，你会常常讲很多什么？哎呀，是不是法盲啊、文盲啊？其实不是啦。我们每次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争论节目谈的是价值理性，政客在算的是工具理性。如果很多人转身不投票，2.2万人，但是还是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分子，比较这个激进的分子，或比较那个参与深热的热切分子，还会投票？可这些会不会是比较是某些特定人员动员的人投票？某些特定的绑票？那所以你会看到，像为什么藏蓝姐妹们现在声音特别大，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啊，他们需要声量啊。所以其实你对他们讲的，我还是觉得现在民众党，除非要一个面对的是起诉书快要出来了，另外一个是12月7号，搞不好很多党员干脆不投票。OK， 从昨天，尤其在北院裁定要扣建华村土地那个裁定书，那检察院那披露相关的一些内容以后，引起各方一些热议。来，老司法人东豪，东豪来帮大家讲一下，因为这整件事。这一段是揭露出来的内容嘛，然后沈清天叫朱阿虎领衔7个微金集团的高阶主管，每个人30万200亿。这份文书里面是说，作为柯文哲跟沈清天契约违背职务行贿的前金，沈清天在于犯罪嫌疑人柯文哲完成上述违背职务行为，也就560到840的楼地板面积以后，交付1500万给柯文哲收受以后，作为部分贿赂。那陈志涵跟吴怡轩，他们都有讲说，你们找台北市政府，不知道是台北政府辖下哪一个单位啦 ，OK？ 向台北政府取得不应该取得的司法卷宗，还乱公开，违反了侦查不公开。同时呢，在这过程当中呢，他们有讲说你是文盲还是法盲，还是法盲？到底这是北检的还是北院的？你们可不可以分得清楚？简书培有讲说，法院的裁定书就不是什么侦查不公开啊，那为什么不可以要这些东西？简书培当然他找台北市政府要，那台北市政府他要一些包括那个电梯的一些相关资料，台北市政府不给嘛。但简书培就讲说，这很明显就台北地院才扣押土地的这一块啊，这到底谁文盲法盲？然后黄帝宇律师也跳进来，他也讲说，这不就是北院的文件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东豪，来老司法人跟大家解读一下好不好？好，这个是台北地检署要去扣押土地嘛？因为上次在高院那个鼎悦公司抗告成功，好，我们先理解这个背景，抗告成功。好，那更裁，它叫更裁，对，是重新裁定还是准予扣押，刑事扣押，好，它不是民事扣押，先讲明。那它主要其实是在这个地政事务所要做注记，所以呢，台北地检署要重新发文给松山地政事务所，是。如果这个是不可公开的时候，他会注明。在发文的时候就会注明。如果检察官发文给松山地政事务所没有特别注明的时候，那议员所知自然就所知得到。比如说像裁定书啊，几次的羁押裁定书里面，我们看不到完整版。对。
好，但是这里面呢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有部分的内容是出现在羁押裁定书的。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台北地检署行文给松山地政事务所，它其实只是整个延长羁押也好，或者是裁定书也好，里面的部分内容它并不是完整内容。先搞清楚这件事情。好，那但是这里面因为它基本上只确定了几件事情了，就是确定了有1500万这件事情。这被视为贿赂的一部分。那这也是我在猜，这个裁定看这个刑事扣押的裁定，可能跟这个延长羁押的这个吕正义的法官可能不是同一庭。所以他可能是不同的法官。那既然如果台北地检署没有特别在公文里面要求这个要保密，那么你自然议员就拿得到，好，所以他就不会有侦查不公开的事情，好。那么你自然议员就拿得到，好，所以他就不会有侦查不公开的事情，好，因为完整的延长羁押裁定书里面呢，还会有什么东西呢？新闻参考资料里面有一个叫未到案的被告，这个未到案的被告，我们又可以有的猜，那个想象空间你真的可以很多哈，你可以猜橘子，可以猜很多人，你只要未到案的，那因为我在那边讲过嘛，有3个人是绝对可以扣除，蔡壁如可以扣除，黄珊珊可以扣除，陈佩琪可以扣除，他们都在台湾，所以没有不到案的问题。那更何况这三个人目前身份都是证人，所以未到案的共犯绝对不是3个，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侦查秘密，这才是真正的侦查秘密。好，可是松山地政事务所收到这个东西之后呢，他就要根据这个注记，这个土地在这个还没起诉前，甚至未来起诉以后的事情过程中，要移转的时候都会受到限制。然后呢，其实如果有机会看到的话，你就看鼎越公司，那鼎越公司的前身，它原来还有一个名字，不叫鼎越哦，那个好像叫陶朱建设，鼎越是改过名字的。你知道陶朱建设的负责人是谁？就是沈清清本人。他就盖陶朱影园啊。对，所以你知道这一连串的过程里面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台湾民众党其实不用太急。可是董好，因为大家现在在吵的一段就是这个裁定书到底是那某种程度已经认定了柯文哲是不是有收贿的这一段，因为它里面有讲到210，有讲到1500，然后还讲说部分会收贿的汇款，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大家两边站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到底是不是法院认定柯文哲有没有收贿？然后民众党这个地方说他就是检方的申请书，你们干嘛把它拿得跟个宝一样？然后简书培当然是宝啊，对，但简书培议员跟黄定律师他们就讲说，你们看一下，人家有法院的旗封章，最起码是法院认定某种程度许可，他接受了检方的一些东西。两边现在在吵这个东西，吵得很凶啊。这其实没什么好吵的。我说实在，真没什么好吵，因为还没起诉之前，柯文哲当然叫犯罪嫌疑人，那他会被延长羁押的理由是什么？这是其中的理由之一。那这个理由你要怎么去看它？它就是检察官举证之后的待证事项。我还是强调它是待证这未来要经过法院一审的考验。所以他看到的时候，一定不是检察官单方面提出来说我说就算，要有人讲。至少要有人讲。然后你如果我们再延伸去想，就是说，因为柯文哲律师已经证明，当时《镜周刊》写的东西都是待证事项，我也很难想象其实未来要看检察官怎么举证他怎么去举证动土典礼的时候还有若干经文，然后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只有到这些而已？好，这个都一层一层看。那我之所以说台湾民众党太急的问题就在于，他扣押是鼎越的土地啦。那当然他讲到了柯文哲有1500万的事情，这个时候要沉住气，因为如果真的这个被举证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那当然，如果检察官举证错误，
台湾民众党就可以拍手了，因为一审的时候就会还你清白，不要那么急。你这时候一炒这个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要搞清楚的反而是有没有这些事情，你自己心里要有答案哦。比如说像黄珊珊带着陈佩琪去找律师，他们对外什么都没讲，这反而是比较好的一个应对方式，因为你没办法乱猜他，你不晓得他咨询了什么，然后他有咨询的项目，其实如果是真的是涉及到洗钱或者是这些东西的话，某一个程度的专业性很高。对检察官来讲，这个时候我反而要特别小心，因为大家都不是圈外人，都是内行人，都是找内行人这样，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个斗法的过程。好，那如果是斗法的过程的时候，检察官的风险在哪里？因为你要负责举证，最简单还是那句话，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你的举证如果被攻破了，不只是司法效应，还有政治效应，就会还给柯文哲。所以这段时间，我其实就你平心静气去看他的时候，冷静去看他的时候，政治道德上，他要不要去碰沈清清，这是一件事情。但是检察官现在是攻击方，他说举证的这些事情，虽然初步在延长羁押的时候，或者在刑事扣押的时候被法院所接受。但还没到一锤定音，只是这些迹象对柯文哲不利。如何？你这时候在看政治人物的时候，看整个台湾民众党的时候，他的应对方式好不好？会决定他未来还有没有发展的空间。东豪刚刚字里行间有一段是在讲说，是不是最起码1500万现在可以不用1500来描述？是，因为我一直用最中性的1500。那不讲它是钱还是时间，但如果从这来看，最起码你知道一个检方的态度，一定它是钱，1500万这些。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包括民众党不管黄国昌或所有那人出来就跟你讲说有没有金流。刚才前面两位来宾都讲，现在已经在找金流，甚或在找上面源头或什么，他们就讲没有金流就放人嘛，没有证据你就放人嘛。这份裁定书某种程度来讲，它当然就是检方那要去扣。然后写的申请书，我昨天在节目已经把流程大概跟大家讲过了一遍。可是如果这样里面看的话，会不会某种程度会让好了，就是大家心里可能要有一个某种程度有谱的准备，是他会不会真的到最后蹦出来，就真的让你证明说他就是有这些？他甚至还用部分哦，连1500他都写部分而已哦。应该讲吧，如果最后北院或北检啦没有办法拿出柯文哲有时候1500万元起跳以上的金额的话。那这场斗法原则上就是民众党赢了，因为北院之前动了这么大动作，包括人事物搜索非常广泛，如果还是不能够拿出除了贪污罪以外的，除了图利罪以外的理由来起诉柯文哲的话，我觉得对柯文哲而言伤害会降到最低。可是我要重新来讨论一下柯文哲这个案子。柯文哲这次被北院裁定严押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是关键证人橘子，就是徐子瑜一直消失不见，没有回台，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听说啦，就是可能有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可能有隔空串证的疑虑，对，所以就直接讲学姐啦，他有出来喊冤，告诉你说我就公堂之上假设一下，对，这猜测嘛，猜测对，所以是不是有这个原因还不知道，也没有看到相关的这个声明书。在第三个有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北院认为柯文哲涉贪污治罪条例罪嫌重大，他讲这几个字，罪嫌重大，而罪嫌重大这个想法，我觉得可以从这一次台北地检署给这个松山地政事务所的公文里面可以看到，因为我跟台北市府相关单位问了一下，我说这份公文状况是什么情况，他说之前有某位议员已经调到了这份文了，但是现在不能再调了，因为后续发生一些状况，所以不让我调公文了，对，真的，对，你要去调，他不让我调了，对。他说，可是公文都已经流出来了，对，但是不让我调了，对，就前面发生的已经过了，你直接找简书培影音就好了，对他没办法给我了，对，那他也下架了，对，我拿不到拿不到没关系，我问他一下过程是什么，他就讲一个重点啦。附件是什么？就这份文的附件，就是北院的裁决书了。对，附件是北院的裁决书，一定是嘛？那北院裁决书内容写的是什么？他已经讲了柯文哲收受1500万元作为贿赂的一部分，是，所以我只能说，法官对于柯文哲罪嫌重大这部分，或许恐怕或多或少有一些新政了，要不然在这个所谓的附件的这个裁决书里面不会讲得这么仔细，连把金额都讲出来嘛。而这部分，我觉得对柯文哲目前而言，我觉得是相当不利的。那
民众党对于柯文哲整个案子，他们的辩护跟他们的反击力道，我觉得到现在有几个非常重大的缺失。第一个，对于徐子瑜一直不回台湾这个事情，民众党一直没有来讲话。这是个非常离谱的事情。我们任何人都认为，如果你是无辜的，你就讲嘛，发个声明嘛。是啊，什么都没有。到现在人在日本还是澳洲，都众说纷纭，好像有畏罪潜逃的感觉，这非常糟。甚至是民众党好像还有传出一种说法是说，橘子不回来台湾是因为台湾的司法水准不够高啊。回来之后没有罪一样被羁押。这种讲法，我老实讲，你回来再说吧。你都还没有回来，你就放这种风出去，中间选民包括一般民众不会接受。再第二个就是。柯文哲有他的支持者，有他的铁粉，但是他们的底线也退到，一直在退啊，非常夸张啊！现在已经讲到，有谁看到阿北收钱啊？我想有看到阿北已经再见了啦。对，当然没有看到嘛。这个问题是有没有看到是作为柯文哲有没有罪的唯一考量吗？我觉得好像不是。可是我补充一下，因为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情，我们也许起诉书里面会给我们交代哈。有可能，因为他前场申请延长羁押的时候，既然敢讲说是在市长室收钱。如果当事人假设有当事人不存在的都不承认的时候，他怎么说服法官同意？表示有中间人，就是人证物证有第三者，对嘛？对，你要不就是有监视器的，要不然就是有人证的，对的证明。否则我很难想象法官怎么敢同意这一点。我补充一下，机要那个市长室外面的机要，之前已经被北检传了一圈去作证。对，因为青黄上次有讲。上次就讲说已经有好几个，只是因为他们不是所谓的公众知名人物或者什么东西，大家不会知道，可是大概都被传过。可是博弈刚刚讲的意思是说，现在已经的声音本来是说有没有金流嘛？有金流，没金流放人，有金流你就起诉他嘛。对，你说现在已经不是有没有金流，而是谁看到有拿钱嘛？对，标准已经推到很后面了。对，谁看到有拿钱，这真的还真不容易判定。对，这个我相信，如果有这笔钱交易。跟你讲，如果照北院的讲法，他也同意了嘛，一定有这1500万，那势必一定有人交钱嘛。我相信，如果有这笔钱交易，跟你讲，如果照北院的讲法，他也同意了嘛，一定有这1500万，那势必一定有人交钱嘛。那谁看到不知道而已嘛。对，因为我们还可以多一点想象，因为1500万在市长室交付的话，除非他是用数位货币很新，对吧？要不然1500万大家都讲你怎么拿，否则一定要有一个人提进去。对，他讲分2次，可是你也不知道，如果照媒体上所讲的有没有在市长室做这件事，那其中那是一部分。可是一部分大家也有讲，这么就算一半叫750吧，也很重，很重，那也是对，这样子未免太堂而皇之了吧？没错。那我要是民众党的朋友，我也会讲说，不是，你们大家想想看，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像话吗？而且小沈提得动2袋吗？一定不是小沈，一定有人带去啊！一定不是小沈。如果真的有，而且这还不是那个柯文哲铁粉的底线哦，不只是看到，还有说。沈庆金是心甘情愿给柯文哲钱的啦，这算什么贿赂？有一些糟糕了，网红好像有讲这个话，这个糟糕了。你看馆长是不是有说？我不敢说是馆长，对，不然这个会害柯文哲。对，就是说这个标准已经降到已经是快突破法律极限的啦。因为包括像一些民众党的一些不管公职也好，还是党职也罢，常常讲的话。最后都会成为北检或北院起诉柯文哲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啊，越帮越忙，所以不要太多的说话。而且现在不要忘记了，黄珊珊委员也终于被当证人去传唤了。是，老实说，对于黄珊珊委员之前一直没有被传唤，我相信大家的都觉得非常奇怪。毕竟跟柯文哲这么熟，我个人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先不管黄珊珊委员有没有涉入金华城案，但是有2点非常重要。第一个，黄珊珊委员在当副市长的期间，他的确参加了柯文哲与议员的便当会。他不一定是主管，他也不一定他也绝对没有在现场讲违法的事情，但势必对相关的案情他或多或少知道，所以完全不传唤他很奇怪。在第二个最争议的就是朱雅虎证实了，当时不只有柯文哲跟沈庆金密会，他还讲了还有黄珊珊跟沈庆金的私下密会，表示黄珊珊既然有接触过沈庆金，那一定对于这个金华城案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可是一直到今天为止，之前一直没有传唤黄珊珊委员，的确让大家有非常多的疑问，但是也希望啦，今天在黄珊珊委员
去应讯完之后，看会不会有更明确的结果。我们大家都在等待。那我只能说，对民众党的人而言，他们诉诸很多的活动啦，包括这个台中啊，11月16号又要叫小草去放人了，要集结，那放人押人取供。我还是要说一句，这些活动包括很多民众党的党公职而言，我知道你们都是希望能够帮柯文哲，但是有些你们的口号，包括你们讲的一些内容，最后真的对柯文哲是有利还是有害？我觉得你们真要多三思。OK， 博弈刚刚讲那些，其实你说如果要是要维护柯文哲的话，那就算讲说，那有谁看到柯文哲拿钱或什么，这我觉得站在支持者的角度我都可以接受，但有一段从头到尾真的没有办法，就算沈庆金心甘情愿给钱，真的从头到尾这一段真的都不行。没有你情我愿，公务人员尤其身居那个位置的话，你情我愿真的不行。只要有，他真的就犯法。OK， 这一点，那我觉得在应该不需要再多特别讨论这一块吧。这一段真的不要出现。我觉得这个说法对阿北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大概简单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中华人主义被扣押，一定是北检申请扣押。北检申请扣押里面一定会写了洋洋洒洒一段，我昨天在节目也讲过。那通常呢，这所有里面他一定要附相关的证物资料在里头，让法院去看。那我大概用一个简单的不是精准的比喻，一般来讲，法院在这些扣押的时候，你最起码举的证据还有所有东西，要让我大概有50%以上觉得那是合理。可值得怀疑，确实有犯罪行为，我才会同意要不要做扣押，因为这是一个扣押，法院只能够看到相关这些证物资料，但你最起码你不能直接口头来一个说，我跟你说，我猜他有1500万，而且只是我还没有找到，神经病啊，那我干嘛要准你啊 ？OK， 他最起码你提供的证物资料、人证。物证、人证就是包括相关笔录的东西，然后所有传来的证人的笔录、物证有没有监视器，有没有什么都在扣押这一环，最起码法院大概有50%的怀疑性，觉得那是合理、可资怀疑，确实有犯罪嫌疑，然后造成的犯罪的结果，那法院会被扣。但是如果在刑事上，最后法院在判的时候，因为刑事在我们是最严厉的一个刑法的那个处罚方式，所以如果要判他有罪。他的那个合理怀疑他的犯罪嫌疑一定要拉到不是100%也是90%以上，法院才会判说他觉得有罪。OK， 大概是这样。但最起码那个申请书一定是检方写出来，但是法院因为那个文里面有一个经查，法院一定是看完这些东西，所以他觉得好，我同意你可以扣。所以这一段出来的当然是法院的。地方法院的裁定书，那原用检方的一些相关内容，一定会是这样一些情形。可是刚才那个比例，新政的比例大概是这个样。可是这件事情当这个一出来以后，清华，它会出现了很多，就是刚才讲的很多飘在空中的事情，会不会因为这个裁定书里面写了这个东西，它就变成大家可资拿来讨论的东西了？它看起来就是。最起码公文书上有写到这些，而且我可以大胆的告诉各位，北检如果起诉柯文哲，这份裁定书里面的很多的一些东西，一定就是基本稿，他一定就是照这样讲嘛，你可以想象嘛，他一定就是这样。对。可是这些包括你刚刚前面讲的哦，秘书、机要秘书大概也都被传过了，所以他是要巩固所有刚才讲的，连包括有没有在市长室间所有这些嘛，包括陈佩琪，然后大家只看到这2天，然后也去作证。但是请回，而他前几天就先去到那个事务所，也引起大家很多的一些讨论，不是吗？对，所以这整个哈，我分3个部分来讲。第一个先讲那个，就说舒培丢出来这个公文内容啦，因为那个裁定书的内容，那毕竟是北院的裁定书嘛，所以北院的裁定书里面其实也是让大家看到几个事实嘛，至少以我看到，因为其实北院裁定书本来是要说明说这个。金华城这块土地为什么是可以被扣押的？其实他有一段是在论述这个，只是大家都只看了收贿那个部分，完全不去理这个部分。当然，大家看的重点会摆在那。我们又不是法官，我们是观众。不是因为那个土地，大家会觉得那就他们家土地去扣嘛。是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不多讨论啦，只说他其实有一块已经论述完成，所以我觉得这个鼎岳就算在提抗告，我觉得这个能成的机会就比较难了啦。好，第二个，那他比较重要就是在于他对
收贿的这个部分讲得很直接。那上面虽然还是写犯罪嫌疑人啦，但他其实一定是附上证据的嘛，所以他证据的部分分2段，就是朱雅虎行贿7个人头这一段，再加1500万这一段。可是我这样说哦，他整段里面其实为什么说这是部分而已？其实他已经告诉你一件事，这个1500万加这个210万的部分，这1110万真的只是部分。现在对于北检来讲，在办的是其他部分。那其他部分呢？我跟你讲。这个在北检至少在我们旁边在看的时候，它应该是有其他块的进度在进行当中了。至少陈佩琪到北检去这件事情呢，其实跟那个4300万的商办的机会是很高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陈佩琪去的前2天才传了那个4300万商办的承租人那位桂先生嘛。那一位桂先生他到北检去了，去完之后，我跟你讲，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哦。当天就有朋友跟我说，这个桂先生呢，他这个租这个房子的方式有3种的可能。那他这个当然算是什么呢？以及打一种这个哑谜吗？玄机吗？他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这桂先生呢是付租金，但是付给原屋主；第二个，桂先生呢是付租金，但是付给新的屋主，就是柯文哲；第3个呢，桂先生没有付租金，而且有人付给桂先生一笔钱，请他借名登记。那你可以想见，就是告诉我跟我讲这有3个可能的这个人，他其实比较想要讲的是第3件事情嘛，对吧？他比较想要讲的是第3件事情嘛，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如果我们现在只是公堂之上大胆假设，是我这位朋友讲的第3种可能性，这位桂先生呢，他是出这个名字，但是呢还有人付钱给他，让他来出这个名字的话。那就有趣了。那表示这个商办的这个持有人呢，请问是谁付给他这个钱的？付给他这个钱的是原来的屋主吗？还是有其他的人吗？所以如这个金流的流向，我相信啦，北检一定有查啦。就是到底是这位桂先生付租金出去会付到哪个户头去，然后到底有没有人付钱给这个桂先生的户头里面去？所以呢，我那位朋友跟我讲了这3种可能性的之后呢，就引发我很多的想象。结果果不其然，他讲完了之后呢，过2天我就看到陈佩琪他也去了嘛，所以既然陈佩琪去呢，应该不只是单纯的那个 ATM 理财术，那个我们讲说这个600多万的 ATM 理财术，因为毕竟那个部分我记得陈佩琪其实之前就已经去过了，是。那北检对这一段呢也问过陈佩琪了，所以理论上应该有的证词都有了，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跟商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如果存在的话，你就要问一件事了，那商办的价值是4300万哦，这个是比我们刚刚讲的1710万来得更高哦。这个加进去的话，其实你可以想见，北检现在要查的东西是更大块的部分，所以他告诉你说呢，1710万，它真的只是部分哦，这是一块。那第2个是这个今天其实最新的这个进度，其实还有黄珊珊被传了，这个等一下我再说明了。因为这个就陈佩琪的部分有一件事要先讲，就是他去找了一个反洗钱的事务所，那找反洗钱哦，你去那个。这家事务所庆启仁大律师的这个拉斐尔事务所去看，他其实主打你可以简化。我为什么说简化？因为他常发脸书啦，所以他发脸书呢，我常常把它简化说，它可以分作3块，就一个你有离婚跟家暴有关的，你可以来找我；第2个你有跟洗钱有关的，可以来找我；第3个你有跟虚拟货币跟诈骗有关的，你也可以来找我。那这3块呢，我觉得陈佩琪呢，他既然都会抱着阿北娃娃，然后到那个看守所那边去的话，他应该就不会是属于第1块啦，他应该是不会跟婚姻纠纷有关系啦，他应该是跟洗钱或者跟这个虚拟货币有关啦。然后所以你看哦，这个是这个庆启仁大律师呢发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哦，就是为了这个案子哦，因为昨天他们不是有人陪同吗？对啊，他们昨天有人陪同，所以你看他写说这2天为了一个瞩目案件，媒体突然报道当事人来找本宫。他们昨天有人陪同，所以你看他写说这2天为了一个瞩目案件，媒体突然报道当事人来找本宫啊，因为他的脸书常常讲本宫，对，啊，等一下你看到他几篇脸书也都是本宫，然后呢，今天当事人被传去作证，一时之间一堆媒体来事务所，本宫为了其他案件调解，开庭开会都没见到你们可以报道，真是太厉害了。然后他在讲什么呢？他在告诉你说，第一，这个不是什么，不要一直问什么人可以来拉斐尔事务所，要告人跟被告都可以来找我，很直接，很直接。然后再第2个，他说我还是当初担任检察官的女侠吗？本宫只是离开官府走向江湖了，但是仍然保有初心。你若被告不违反律师伦理，不是残忍的犯罪的案件，不跟我专业意见南辕北辙，我可以帮你。好，这是近期的律师所发的脸书。那你知道昨天呢？
这个据我所知啦，就是这个陈佩琪去了那个他去廉政署，不是北检，他去廉政署，北检的检察官到这个廉政署去。那这件事情呢，这个庆启仁律师呢，这个有跟他的朋友讲，就是说，你看陈佩琪没事了啊，说等于说他今天没有事，他没有转被告。可是大家就会问一件事哦，那陈佩琪带有2个他的事务所律师跟着他去，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哦，媒体有拍到哦，这是事实哦。那所以大家就很好奇，因为11月初的时候，也就是本周才跑出来一则新闻说，这个陈佩琪跟黄珊珊去到庆启仁的事务所去。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据我所知哦，他们这个庆启仁大律师接陈佩琪委托的时间应该是10月初的时候，不是现在，不是本周，是10月初的时候，9月底或10月初的时候，这个陈佩琪呢就有去找这个庆启仁律师去处理这个案子，因为当时因为庆启仁律师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有告诉朋友了。那刚好他在的一个社团呢，我的朋友也在那里面了，所以他等于就听到他讲了说，那个陈佩琪有来委托他这个案子，这个是在10月初的时间。所以等于说这个案子如果陈佩琪的时间是在10月初的话，这就有趣。为什么？因为其实9月多跟10月的时候就传出陈佩琪要找律师。为什么要找律师呢？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当时是不是出来一则新闻，针对虚拟货币，针对这些我们讲说这个区块链的东西，北检特别找了一个擅长这个项目的检察官来，所以后来才听到传出来陈佩琪要找律师的消息。所以如果说这个陈佩琪确定是10月初的时候，他就委任了这个庆启仁律师的话，那就表示说，第一个，陈佩琪是不是觉得自己被起诉或是不转成被告的机会是很高的，所以他要做这个准备。第二个，他是不是认为说，对于这个虚拟货币这一块，他需要有更专业的律师，因为毕竟。我相信黄珊珊对这个部分他是没有那么了解的啦，因为一开始有人在问说，这个陈佩琪找上庆启仁是不是因为黄珊珊的牵线？那这件事情根据我的查证啊，这个应该不是黄珊珊牵的线，而是邱佩玲牵的线的机会比较高，所以等于说这件事情是有人牵线，然后去找上这个。庆启仁大律师了之后呢，陈佩琪才去委任他，所以显然他们从那个时候应该就已经在做关于陈佩琪面对到，因为陈佩琪的案子是跟洗钱比较有关系嘛，他的案子其实跟这个我们讲说跟金华城或是跟收贿比较没有关系嘛，所以显然这一块。他应该是从当时在咨询这个庆启仁律师，然后做这个委任了之后呢，应该就在做相关的一些规划，然后甚至说这个怎么样谈话对答的一些教战啊。所以呢，等于说陈佩琪昨天去呢，你才会看到说他正式带着2个律师去，显然他们也认为说。是不是有转成被告的可能性？只是因为没有，所以后来才传出来说，这个庆律师也跟人家说，这个陈佩琪没事了。但是后面是不是会保持这个没事的状态，这就恐怕是未必了。对，因为刚刚特别提到，我昨天在节目也讲，以自己身为律师，因为他是证人去嘛，证人是没有律师的 ，OK。但是律师要去陪同的，就是我每次在节目里面讲的，长期的就是律师要在外面等，万一你当庭被转被告的时候，律师随时就进去，那个委任状。如果我没有记错，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一般我们都是委任状都准备好的。然后进去以后，那也不用太人进去以后直接递委任状就可以。甚或万一没准备也没关系，进去以后候补都可以。OK， 那只是这个过程，不管从10月，如果照刚才庆煌讲，10月初是不是就已经最起码，不管是不是有委任，最起码是不是有去咨询过？对 ，OK。那这个过程当中，陈佩琪对于这些东西是不是已经早有准备，心里有谱说，那我迟早会被传了以后，是不是真的有可能转被告，才会有后续这些准备？可是因为陈佩琪自己，军雄伟，因为他自己开过记者会，他直接大大把，我记得是1600多万吧。对，他好像详列出来那1600多万5大项嘛，只是有一段最有争议的是他自己讲的里面包括什么赞助金、亲友赞助金，大家讲什么叫赞助长辈啊？对啊，亲友，大家讲什么叫赞助金，大家就搞不太懂了，因为政治人物是不能收什么叫赞助金的嘛，那大家都知道这些，所以那时候的这些，可是刚才庆煌也讲，那也传过啦，也问过啦，所以这次再去问，那到底大家讲说是要问什么？因为陈佩琪自己也讲过。他们家财务方面是他，因为柯文哲是看到钱就皱眉头，他就不太会处理这样这些事情。但是又传出说在市府里面，那这是民众党口中的柯焕文里面所讲说，是不是有在市府里面甚或也有收钱这一块我还是维持着，我到现在维持着一个保留的态度，因为如果是真的，那真的所有的眼镜全部都叠在地上找就好了。
不，你是收现金还是收可以存在 USB 里面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啊，不管当然都不行啊。对啊，那陈佩琪因为过去他实在是话讲太多了，对不对？你刚讲的那些什么，那他是公开开记者会的哦。所以后来他有改了，他后来只会讲什么我想你啊，对，还有抱娃娃，大概就比较。还有市长工作不稳定，对。但是他做的事情，因为都是处理一些现金嘛，比如说他就玩 ATM 啊，他玩很多台，所以他去找律师，还有玩保险箱啊，保险箱也有，所以他找律师就是特别专精在洗钱嘛。这个在律师界应该都知道。那表示他知道他面对的，如果万一转为被告，可能是什么状况嘛？那之前的黄珊珊，我们在节目也讨论过，我说那可能是因为立委身份也有影响，否则根据我们国民党优秀的游淑慧议员所讲，那早就要传了。他也一直强调黄珊珊应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管是不是有违反法律啦。但是至少黄珊珊在这个整个金矿的案件里面，他确实有穿针引线也好了，或者是说很多几次重要的谈话他也在场。好，那去了以后会不会转为被告？这是第一点嘛。第二个，那要厘清他什么部分的角色。我是觉得这几天大家在吵柯文哲延押，检察官去申请延押，基本上他不会提供完全的积极证据他只是提供他有犯嫌重大，对不对？他也不会全部底牌露出来因为只是申请延押而已嘛，所以他基本上附上的就是一些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犯罪嫌疑。第二个，比如说他有什么出来以后，如果你没押他有什么重大影响力啦，或是有潜逃或者什么这些，对，然后创证啦，大概只会提供这些啦。所以大家也不用在这个部分有太多的争执。其实连底牌都还没有拿出来了，检方到底掌握多少？但我们现在很清楚看到的，民众党就是要把它引导为你讲无差的钱啊，科比无追啦，等等。当然相信的人会越来越少了，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变了。就是民众党这些人要帮柯文哲变到最后，所以才会讲出一些奇怪的话，什么心甘情愿送钱给他，怎么样？这有什么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么讲了哈。但我发现，这是真的讲错还是故意要给阿伯海游戏啊？那天也有讲什么，灌越久能量越大哇！还是讲阿伯没有罪啊？什么？除非五保对，就阿伯如果交保的话也不行，交保也一定要去五保释回。你这样柯文哲听了这位，我看心里面会怎么干对不对？你要假把话修，不是你关呀？好像很多人希望阿伯就这样壮烈牺牲成人，让民众党可以得到很多的肥料的滋润那希望阿伯成为一个烈士一般这法律就是归到法律你到最后再怎么样，在延押这一起2个月到了，那检察官总要亮牌了，那所以法官会不会继续压他？这也有可能啊，是也产生这样的案子啊。我们日常举那个例子，台北市那个议员他不是搞那个什么监视器那个案陈崇文，陈崇文对，他是检察官羁押期满到法院，法官继续压他，然后一直压到判他刑，他进去服刑，所以未来看起来柯文哲的图利罪是绝对跑不了，那至于现金，所谓的现金流，其实有些现金流我们也看到了，不是那个什么朱亚武，他不是有传讯息给那个200亿的那个，对，210万嘛，他还骂了什么小沈小气有没有？还是另这小气忘记，小沈很小气7个人200亿感谢560那民众党应该要攻击朱亚武你不乱写，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基本上有没有形成契约或者是说这个跟公权力有没有对价关系？那这样的话，基本上有没有形成契约或者是说这个跟公权力有没有对价关系？如果柯文哲不是台北市长，他没有权利去管到所谓的金华城，那沈晶晶集团会捐钱给他吗？看起来不会嘛。如果柯文哲现在的身份是什么苗栗县长，管不了金华城，对不对？那
会有这样的一个汇款行为嘛。所以如果你这种对价关系的话，看起来是蛮多的哦，也不少哦。所以最后的话，我看检方已经传到柯 P 身边的这些女人们嘛，就黄珊珊啊。蔡壁如、陈佩琪、黄珊珊，这些都柯 P 身边最重要的女人们。那希望厘清哪个部分，看起来大家各有猜测了。好，但从法官对于柯 P 犯罪嫌疑认定，这个很快就更才结果就出来了。就表示法官也认定这个是犯嫌重大。所以民众党不要在这边吵什么了，好，就是说检方目前提供的，要去跟法官申也是你不必把所有东西拿出来，大家不要搞错了，检察官不必提供什么很多的证据呢，对不对？如果你驳回，我再抗告就好嘛，他基本上就提供一些稍微的，我认为你会准我的，这样就够了，他不会把所有的东西、宝贝、底牌都拿出来给法官看的 ，OK， 对不对？那泄露机密嘛。所以如果以这样的看，法官都这么快的做裁定，那柯 P 的犯罪嫌疑重大，这个是未来或者在这个官司里面，我看是绝对很不乐观了。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范老师，只要问一件事，现在包括民众党的铁粉或什么，只要问你一件事嘛，刚才讲钱嘛。金流在哪嘛？要不然的话，你们大家讲的这么多钱，好1700，但是刚才邱行长第一阶段讲1710好了，210看起来应该是有掌握。那1500呢？1500到现在大家说实话，因为我们是没有看到，我不知道检方有没有什么样的资料能够说服法院，包括你说押土地啦，或是在延押的时候有没有出具这些，他们就跟你讲说，要不然的话讲成这个样。那你告诉我，那些钱到底要到哪里去？还有啊，就是大家不是讲说有那些政治现金的斗内，只是没有申报的，不管是那种大亨的，什么地方大亨的300啦，这个500的啦，最起码谢国良帮他妈妈那200，那你告诉我，那些钱到哪去了？我还是讲那句话，你去问东豪是老司法人，你去问办刑事的案子的那些刑警，最头痛的是什么？杀人以后弃尸的案子，就明明血迹鉴定，所有那些东西，包括所有都能够指向这个人，大家就是找不到尸体的时候，他就是头痛啊，他就讲你杀人要见尸啊，所以为什么你会靠翻山越岭去找这个找那个，那就是要看到东西啊，方老师在哪？对，就是现在就是找不到尸体嘛，对嘛？但是如果找到了凶刀，对不对？然后呢，也有人目击，那有这个凶手杀人的过程，可是尸体行凶的已经有人承认了，对啊，行凶的人也承认啊，对不对？那你要说这个案子会变成死案吗？未必吧。好，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不是没有金流，是没有找不到钱在哪里找不到那个金子在哪里，对吧？就是你要挖出挖出一堆现金，但是已经有人说已经有人承认了，我有拿钱给他背了，那除非这个人拿钱给他的人脑袋有问题啊。谢国良也承认啦，我的确有拿钱啦，对不对？何况我们看到昨天这个台北地院的这个所谓的裁定书，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嘛，就是朱雅虎找了7个威金集团的高层其中还有一位就是童中白嘛。我们大家媒体人很熟嘛，他是沈春池基金会的执行长。那是你的年纪熟，我不熟。来这套，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逃避你的年轮，好不好？看树木上的年轮，好不好？你神木级的好不好？阿里山神木，搞不好你年纪比范老师大。对啊，你可不是大安森林公园的小草啊，搞清楚。好，这30个，这个30万，每个都30万，7个人。而且他讲契约违背职权收贿这法官讲的，这不是检察官讲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法官跟检察官其实是对抗的局面嘛。我们早年我们的法官跟检察官一起受训，对不对？然后受训完之后，第1名法官，第2名检察官，第3名法官，第4名检察官。到了2001年，整个分开来了。我们现在法官受训的地方在士林，它叫做司法院的法官学院。检察官还是在原本的，就是那个基隆路跟罗斯福路，在基隆路跟辛亥路那边，就是台大后门，就司法官训练，就叫司法官学院，以前叫训练所，它是叫行政院法务部司法官学院，所以2个是行政院跟司法院对立的。可是今天如果连法官都认为柯文哲是违背职务收贿的话，
那就很 OK 了嘛。而且后面还讲哦，交付1500万，柯文哲接受部分的贿赂，贿赂，这已经不是什么图利，是贿赂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证明了嘛，金流是存在的嘛。所以现在不要再讲说没有金流了。然后你再看上礼拜五公开了，就是9月5号柯文哲被羁押的裁定书。我们之前就看到新闻稿，很简略。上礼拜五看到的裁定书讲得很清楚哦，柯文哲已经获得不明来源财产的利益，而且流入了妻儿账户。那妻是谁？陈佩琪嘛。儿是谁？可能就柯富瑶嘛。所以这都很清楚哦。所以我觉得民众党这样还在讲说没有金流，我觉得这就是遮着眼说瞎话啊。那上礼拜五柯文哲不是被延押吗？陈佩琪说什么？抗告。他在他的脸书上写黑底白字写抗告。请问到今天为止1个礼拜了，抗告了没？今天礼拜5了，还没抗告。礼拜2的时候，他的3个律师，包含郑生源3个律师，他们礼拜2有一个声明嘛，说要跟柯文哲讨论抗告。礼拜2到现在礼拜5了，3天了。该讨论了吧？该有结果了吧？为什么还不抗告？我们很期待有抗告要有抗告，我们才有新东西可以讲啊。那是他的权利，他要行使的话，对，不是法官要，比如说你今天延押，你不满，你提出抗告，那法官要提出更多的事证嘛，那我们就有更多的东西嘛，更明确的东西嘛。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到今天为止还不抗告？好，那我们看到，我认为其实检调在办这个案子是有步骤的。所以你刚刚谈到应小薇在8月27号要出国去香港。被拦下来，隔天搜索，对不对？对。然后你看到了这个陈佩琪跟黄珊珊4号的时候，这是礼拜1啦，去见了那个律师这个所谓庆启人。当然庆华讲说他可能10月就有见过，可是那时候可能只是聊一下而已可能这礼拜1的时候，他们有深入的讨论。你看，随即昨天就约谈了陈佩琪，今天约谈了黄珊珊。陈佩琪是什么时候被约谈的？上一次是8月30号，就第一次搜索的时候距离现在已经69天，就是距离昨天69天。那表示什么？这段过程当中，检调绝不急，先把柯文哲以及周边的这个彭振声这些人、朱雅虎这些人这个应小薇这些人先巩固了，再去找其他的。可是为什么检察官急着要在昨天要约谈陈佩琪，今天是黄珊珊？可能就是因为他礼拜1去见了庆启人，有双方有比较深入的这个谈话，或者有什么事证，所以急着要做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从这个台风眼已经往外围去扩展了。已经从原本的金华城，现在已经可能变成是什么洗钱？因为我们讲话，庆启人律师他是专门办洗钱的，他当过26年的检察官。我们台湾的洗钱防治法，他应该算是黄埔一期他就参与了嘛。他是台湾最有经验的针对洗钱，特别是海外洗钱还不是一般洗钱的律师嘛。那我问你，柯文哲目前被起诉的2条罪里面，一个是违背职务收贿，一个是图利罪，没有洗钱罪所以今天有可能，所以昨天这个陈佩琪拿到的这个去这个廉政署他的约谈通知书，可能就是洗钱罪所以他才要找这个庆启人嘛。所以我觉得目前已经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另外就是说黄珊珊，因为黄珊珊是2019年10月去当台北市副市长的。那柯文哲跟沈庆金的互动最高潮，其实是2020年。OK， 也就是黄珊珊进了市府以后，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说姗姗来迟终于还是来了啦，黄珊珊还是来了，所以我觉得黄珊珊的角色是非常关键的。那会不会他进来之后，对于柯文哲跟沈庆金的关系会有进一步的厘清？我觉得可能相当重要。OK， 中间有一段我补充一下，跟观众朋友讲，为什么法院其实地院这次裁主要的重点，刚庆晃有提，它主要裁是扣押土地的这一块。对，只是因为里面提的讲到柯文哲主席的这些，大家的重点一定会摆在这。然后我刚大概把新政的那部分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你如果讲这么容易的话，那很容易就判了。没有，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个案子，大家都说生活到2028，柯文哲有没有可能再战总统？因为我们的总统副总选举罢免法是说要贪污定验，那到那以前
你想想看，那这么长时间一审可能就要打1年，为什么？因为过程当中，法院在扣押土地，包括在讲柯文哲这一段的时候，就是检方的申请，因为是鼎岳提了抗告，然后被发回以后，法院再裁一次嘛，就两边的资料他会看。但是如果真的进入刑事柯文哲的这个贪污治罪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个打起来工程之大，包括中间各位你听过的、看过的，所有被传过的这些名字、证人全部都要来，包括被告证人全部都要来过，光一个证人交互诘问。大概1个半天就去掉了，他大概就是这样，所以那个官司会打非常久，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也就为什么这样，我才会说法官要到判有罪的那个心罪要拉到非常非常的高，就经过所有像这样的一些的情形，那这些过程当中都是这样。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我告诉你，我常讲，大家就会讲说怎么会这么复杂这么麻烦？你如果表面上看到有一个人拿了一把刀捅了另外一个人，有没有杀人或伤害？你有没有看过医生开刀？医生开刀是不是拿刀捅人？对，没看过。是啊，这个就是有很多事情可能不是单纯表面的东西，它会经过很多不同的论证，大概会是这样。那更不要讲这么复杂的一些案件。好，那接下来呢？但是一个裁定书已经搞得天下大乱了。如果你再往下走的话，它就会出现好，我刚讲，因为本来这个裁定书要讲的是金华城土地嘛，博弈，那怎么办呢？台北市政府现在看起来是什么资料都不给嘛，对不对？那个简书妹讲说他去调那个有没有电梯的那个资料不给，现在讲说要去调这份裁定书也不给，所有东西都不给。好了，那既然所有都不给，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大家就瞎子摸象这一块，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看每个礼拜2周刊有没有一些民众党口中所谓的科幻文出来啊，就是要这样吗？那金华镇这土地到底怎么办？20%要不要给？目前20%正常来说啦。但是不是能够给他了，因为目前看起来的确很怪。但是可是他就是有啊。对，但不能够给他的过程，要怎么样利用手段来卡住他？台北市政府现在态度还是很明确，还是依照这个就是北院最早一开始的裁定嘛，就是停止就加处分他，不让他动，不让他卖。然后现在呢，台北市政府还是一样用停止勘验的方式，让金华城只能盖到目前。就是盖到就是地面上就1楼的状况，那范围再确定，当然最后有没有可能再稍微再盖高一点，这是有可能的，要经过专家评估。OK， 因为台北市的地下水很多，有那个水的上浮力，如果上面重量不够的话，可能会造成周围的一些房子的危险。但是都会在公安的前提下，而且不会给他多余的商业范围的这个考量下，让他做最后的施工的检讨以及范围。这个部分我觉得台北市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中央就是加处分他。然后台北市政府停止勘验，不让它盖，让金华广场未来不能卖也不能盖，实质做到停工的状态。可是我也的确要讲一下啦，台北市政府的确可以再做更好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很妙啊？金华城调查小组上个会期就有了。对啊，对。那我们昨天在委员会就开这个问题嘛，那就讨论到一个很奇怪的点啊，就说，这个调查小组议会已经开了1个会期多了，到现在还在开。那台北市政府有没有相关的内部的行政调查小组？就我们不要管司法部分，我们内部行政调查小组也可以讨论一下吗？没有，内部没有行政调查小组。我说那台北市议会都已经有动作这么早了，为什么市政府没有动作？他们说没有，他们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的调查了。我说那你干嘛不成立调查小组就好嘛？所以他们内部我觉得做法有点太过于保守了。因为司法如何，当然依法行政毫无问题，但是内部该要做的调查，我觉得你比较先做好。必须要因应之后金华广场的判决，可能市政府要有不同的做法，以及后续的解决的之道啊。可目前感觉起来，我觉得没有做到那么的好。所以现在我们委员会要求就蒋市府2周之内要赶快成立这个行政调查小组，而且把相关的资讯，我们觉得啦，能够透露的都要尽量透露出来。因为包括刚刚就讲很清楚嘛，这个地检署给这个松山地震事务所这份公文嘛。我所了解到这份公文为什么一开始有议员可以拿得到，是因为这份公文上面并没有密件，他没有密件的都没有，对，就是说就是一份很正常的一般公文去给了这个地震事务所，所以对于市府一开始当然会认为说，这就一般的文件，那议员想要调资料，所知就所知嘛。但后来因为有一些可能不讲内部的讨论还是什么吧，因为引起了大家太多的讨论，对，怕影响到民众党的朋友就直接讲说，你看，那你北市府。怎么可以给人家这样的一些东西？有没有违反侦查不公开？所以我们要强烈谴责这个北检做事不仔细啊！对，你为什么不加个密件就对啊？加个密字就没事了嘛？这么重要的事情，对，不加个密字，害大家后面这么麻烦。那请问一下，那个检助委他们要调那个，就是因为到底有没有电梯？
可以直达市长室，然后有没有人？因为说是那个电梯还是要刷卡，要刷卡，就那个刷卡的资料就可以看得出来，当那天大概是谁去或者什么，这个为什么不能？我老实说，他们的回应是依照惯例不给啊，有一些个资跟机密的问题。哦，对，那我是觉得这给吧。对啊，这个为什么？这个东西我老讲公开透明也没什么好怕的啊，而且。的确是有台电梯，就是可以直接从后面上去，而且那台电梯是有专人在控制的，不是一般人刷就进去，你按不了他那个门的。OK， 对，那有专门的。所以虽然这个沈清金有没有经过这个电梯去私会柯文哲不知道，而且时间也有一些久远，但是我相信这东西是包不住的啦，是吗？包括检调都会找相关的周围的人来问嘛。当时柯文哲不管是秘书也好，或者是别忘记了。检调在问的很多人，他不是柯文哲，也不是民众党的党职哦，他是公务人员，是很多市长室，包括了正副议长都有一些办公室的秘书，他不是个人私聘的，是政府给钱的，这些公务人员他是不会讲谎话的。是很多市长室，包括了正副议长都有一些办公室的秘书，他不是个人私聘的，是政府给钱的。这些公务人员他是不会讲谎话的，是怎样就怎样。我干嘛要讲谎话？对，我讲谎话，我有伪证罪的问题，问题很严重啊。对啊，对，所以他们一定会如实以告，而这种情况迟早检调一定会公布出来答案的，因为尤其是柯文哲，如果之后。我相信应该是会被起诉了，那这些内容一定都会公布出来，为什么他敢做这个动作嘛？所以既然知道后续已经会有这种结果，我觉得市府倒也不用特别拘泥于什么之前惯例的问题，或者是什么个人机密问题而不愿意公开，倒不如就是大大方方就把资料通通拿出来给大家看，不管是电梯资料也好，不管是说所知资料也好，只要是没有被中央要求赋予机密或者密的文件，能够公开的都公开了，因为市府公开的东西，我觉得远比某一些。媒体私下公开，大家怀疑是真是假，炒作一团来的好吧，对吧？能够，我相信那个调查，不管是调查机构还是北院北检，能够正式发公文给到市府的一般机构的文，又没有特别加入密件等级的话，我相信那些东西很快就会大家都知道的啦。这个没有什么好去隐藏的，所以这个部分市府的确，我觉得可以更积极一点，因为金华城案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有没有弊案的问题，这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政治跟社会案件了，大家都在看。蒋市府的态度会造成民众对于不只是蒋市府而言，对国民党而言的态度都会有所影响。所以我觉得积极是市府最好的方式。对，俊认为其实这个如果去，因为这个我不知道这一块可能检方我不知道检方有没有已经列入调查的一个范围，如果没有，他也不在侦查不公开的范围那个里头。那如果要是那这个资料出来，某种程度跟大家讲橘子会不会有点像？包括民众党的朋友都会跟他讲，你就是公开啊。橘子，那你就出来讲个话，说阿北跟你都是冤枉的。对于阿北来讲也好，这个资料如果公开，就告诉你没有啊，然后你再去传当天刷的人，告诉你你有没有带审进去，没有，对他们来讲也有帮助。但不管怎么说，这跟蒋万安都没有关系啊，因为也不是他任内，也不是就勇敢公开吧，对不对？你我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要资料的人不对了哦，你简书培去要资料。当然，党派不同嘛。哦，那台北市没有我要资料也要不到，苏培才要到了，我还没要到嘞。你要那个电梯资料，那个市政府大概尽量可以，除非法定非给你不可，要不然就要拖嘛，要不然就尽量不要给你。哦，对不对？哦，所以简书培去，我认为这个党派不同绝对是第一个考量，人不对了。哦。要不然我们就请博弈，我已经要不到了。你去要看看，你要电梯资料，他应该会给你。不，他都给了，确定不给了。所有相关的真的不给了，著名的对，就是只要是跟金华城相关的来往的这些东西，包括你说电梯的，市府现在的定调就是不给，都不给。对，能够现在查到的都是，除非是检调单位已经露出来，或者是金华城调查小组已经搜寻到，或是媒体议员的相关的一些之前所知等等，他们才会给。哦，如果非机密的话，我不认为议员要不到，只要市政府说不给你，你就摸摸鼻子，要不然你给市政府施加压力，你把它距离以征，应该会给你。或者是说退一步，博弈你就跟他说，不然我看一看啊，我不要讲出去，不用过了，这样也不行，这也不行，对，他连看都不让我看了，对，然后你再到节目来讲给我们听，你这样讲他怎么可能要得到？是，第一个
其实博弈刚讲很好啊，这个也不是机密啦。对啊，如果这个其实应该要来公布，因为才不会大家乱猜嘛。你越不公布，大家越觉得有问题嘛。但是蒋万安的想的会跟我们不一样啦。为什么不一样？因为蒋万安想的是民众党的票啦，后坐力啦，还有民众党的议员，他还有好几席啊。我如果叫金华城马上停工，那代表有问题，那很有问题嘛。所以他就先行文去给法院。那法院还没有回文，我就知道法院会怎么回了。请贵府依权责办理，就保证是如此。但是他要走这样一个废话的程序来交代啦。这些白粉，不是，叫白，不是白，科粉，叫民众党说，我被逼不得已，所以蒋万安想的会跟博弈不一样，博弈就很有正义感嘛。其实你刚讲那个台北市政府处理金花城的原则，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原则，你刚讲那个原则，很多人都可以认同，但是他是被逼到最后没办法了，他才做这样的一个裁定，用形同让他停工啊，或干嘛，这是公安列为一个考量，就开始完了嘛，拖很久了，那你现在任何的相关资料跟金华城有关，通通不准公布，那这个绝对是一个政治上的裁定，一个政治上的考量。我觉得蒋万安想的就是第一个，他未来的政治上，他一定需要民众党这个盟友了，况且民众党在台北市，好几席议员吧，4席嘛，至少是个党团了，所以蒋万安思考了。就显出他绑手绑脚。其实我认为啊，以这个事情蒋万安面对的态度，对蒋万安是有伤害。那我们就看到就是一个比较懦弱啊，也不果断啊。我不想打断我都在讲。这个确实是如此嘛。如果说你说像博弈这个去跟蒋万安要都要不到，除非蒋万安觉得李博弈你比我还帅，别送啊，要不然你要不然那我可能要得到。对，要不然这个东西我有什么不能公布的？那说你外界反而越质疑，那质疑不是只有柯文哲这个案子，大家会觉得你蒋万安你到底有情节？你觉得就是政治考量在这一块？不像一个台北市长嘛？对。不过这整件事情担当了，都好。我补充了，对。为什么会照我原刚讲的，好像前面一段时间没有做，是因为我们等到就是北院裁定了假扣押金华广场这部分，对，我们是依据这个中央的函释，只要中央假扣押了民间的某一个东西，我们市府就可以后续所谓的不去勘验，来作为后续处置方式。不是，但多发一个文，要不要叫他停工？因为万安市长他是学法律的，不需要嘛。没错，我们的确知道回文一定是那样子，就是不用问了。但对于市长而言，他的考量就是把整个做得完善了，要不然有时候做得不完善，事后假设如果被金华城告，如果北市府不小心还输了，那最后要负的责任那非常大。不要说蓝营能不能够支持蒋万安市长，绿营绝对炮轰他的嘛。所以万安市长只是让整个流程做得更完整、更严密，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依法办理，然后实质让金华广场停工，不要让民众的权益受损。我相信这个方向跟概念是绝对没有错的。不过现在看起来，东好，柯 P 他还是有铁粉啊。上民调里面最起码有9%多觉得，挺他2028再战啊。如果要是你整个看的话，民众党的支持度差不多也在11%左右，11左右，它不会再掉啊。这股的支持力量，不管对柯文哲对什么来讲，你想想看，柯文哲迟早要出来嘛。等到出来以后，这整件事情未来风波会怎么样还不知道嘞，谁能不能够风云再起也不知道啊。我光有那9%多的铁粉挺我，然后我的政党支持度只要有11左右，你能奈我何？蓝营最起码要不要蓝白合，总要看我脸色吧。还要看到时候是黄国昌比较大还是柯文哲比较大。因为我说怎么讲，直接那么讲，柯文哲有没有铁粉有啦，但是它的成分到底，我还是这么讲啊，最简单讲就是这个铁粉的核心跟1月13号也不一样，我认为是不一样的。那1月13号当然还有一些人会留下来，但他现在这个1月13号他的支持度有26%左右，是啊，369万，对啊，就是柯文哲以你现在对外解释的状况，包括台湾民众党的人对外解释的状况，你有没有办法再有那么多嘛？一定没有。别的不要讲了，先讲一件事情啊。黄国昌那个时候不是讲，他没有讲贪污收贿哈，他那时候讲说，柯文哲如果拿了不该拿的钱，我第一个跳出来批判他。柯文哲拿了谢国良妈妈那200万，那是可以拿的钱。那是要给民众党的。
民众党没有讲话，他说那是鬼故事，徐副讲的嘛，所以他的支持者的核心结构开始改变。那他的支持者核心结构开始改变，是从哪里来？是来自哪？因为有人离开嘛，就有人进来，你才会有11嘛。因为政府还没做了嘛。好，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重点去看它的成分属性是什么。还是20到29吗？还是完全吗？还是剩下多少？然后有些是其他的人进来的，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状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柯文哲是起诉后就会被交保出来，还是会跟阿扁一样？续押。阿扁被续押很久。阿扁被续押很久哈。那因为起诉以后，承审的合议庭一定换另外一组人。你现在看到了，不管是至少一定不会是严押庭的法官，一定不会是吕正业嘛，一定会是全新的一组人出来。这一组人一定没有看过现有的所有相关卷宗，所以他要重新看了之后，他的态度是什么？所以我为什么是讲说民众党的反应很重要？因为柯文哲未来要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组合，这群法官从来没有看过东西，他了不起，跟我们一样都看报纸，可是他会看到前面严押庭法官所写的东西，他即使现在看不到全文，看新闻也要看到嘛，所以你的反应很重要。那就回过头来了，那柯文哲的状况，他做了什么事情？因为他一定在台北地方法院里面嘛。好，正常我在讲正常，因为那个我想要讲一下那个严押裁定书的东西哦。吕正业法官用了很多我觉得不需要出现的文字，什么睥睨天下啊、无视人间律法这些，完全不需要，那是画蛇添足的东西。可是为什么明明知道画蛇添足的东西他要写出来？绝对不会是因为柯文哲拒绝借题啦，拒绝借题那是检察官的事情，又不干他不干法官的事情。你想象是柯文哲跟法官之间产生了什么碰撞？他才开几次羁押庭，就2次啊。第一次的羁押还不是他嘞，他是更裁之后的嘛，然后再过来就是严押庭了嘛。吕正业法官应该见过柯文哲就这2次而已，2次可以把吕正业搞到那么毛。然后再过来就是严押庭了嘛，吕正业法官应该见过柯文哲就这2次而已，2次可以把吕正业搞到那么毛，2种可能，吕正业的法官素养不够。一个是吕正业法官成功的被激怒，只有律师跟检察官当庭看得到。好，那如果会这样子的话，如果未来一审的时候公开的时候，柯文哲如果假设是会激怒法官的，会激怒下一组法官，你再回来看民众党的时候，他会变大还是变小？但是现在为什么他还可以有11%？因为所有该离开的都离开完了，你就剩下这么多。可是他会不会再减少？起诉是一个关卡。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不同的民调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些是深蓝的在支持，所以他必须要回到选票的结构。所以最保守，我会抓在10%以下。好，可是，在政治上10%以下有意义啦，就是国民党你要不要找？要不要来讲白话文哈？卢秀燕，你要不要在乎这？不管他是5%、7%、11%，不管你要不要。然后下一个党主席，因为2026这都是选举考量。OK， 在选举考量之下，补一下蒋万安，对蒋万安来讲也是选举考量。他不能做太多，但是又不能不做，你就会看到蒋万安是这个姿态。可是现在，庄家，所以大家就柯文哲的呼声讲得这么大声，最近有这么多的一些的批评。那为了到底是为什么？刚刚东豪讲说，等到如果起诉后，法官会是全新的组合。那当然，民众党其实也会全新吗？全新的组合啊，因为他们现在黄国昌的组合，他们现在正在开始党代表在登记，我要参选了。然后你会听到的就是，这时候就我刚刚讲的很多的新组合，
因为你就是有点力量嘛。我虽然不可能是总统选举或是什么台北市、新北市，我拿不下来，拿不下来啊。我只要拿个党代表，我有这样的状况，我在我那个小选区里面，比如说我跟博弈那边威胁围蓝白合，我们小范围的蓝白合，我有一席之地，我在民众党里面我有一席之地，所以现在其实你会听到很多民众党的人在谈的是登记想要参选的，那个组合已经不是从头跟着阿北的人了，有很多时候是他当时在扩充的时候，不是变民众党吗？很多党的人也在抢。所以它这个组合正在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脱北者很多嘛，这叫脱离阿北的，脱离阿北的，这叫脱北者，脱北者很多嘛。但是有很多人觉得这个时候我其实进去的时候，我可以抢到那个小组合 ，OK， 所以我才会刚刚讲说为什么现在有人看到黄国昌不讲话，因为黄国昌现在没有把握，黄国昌带进去了一群仓粉，但是这个仓粉的投票意愿强不强？会不会保护他的那个党代表还不知道。然后那个血统派不是前段时间有反弹吗？那血统派现在又看到陈佩琪或是什么柯美兰，所以他们中间其实很多。那至于呢，两个在蓝姐妹呢，其实他们有组织吗？没有嘛，靠声量嘛，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出来抢声量？因为其实都是，但是我还是讲的话，政治的现实是12月8号以后，柯文哲就要去面对一个寂寞的未来。范老师，简单讲2个日期，一个是12月8号以后，另外一个是柯文哲如果要被起诉那一天，对柯文哲来讲的话，整个政治就像刚才前面2位所讲那样的吗？我觉得很多人说这个柯文哲搞的是新政治，他过去要超越蓝绿啊，这个蓝绿都是什么分赃政治啊、派系政治，我们是个新的。可是我觉得民众党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政党，它其实就是家族事业了。很多人说民众党是不是跟过去的亲民党都是个人政党？我觉得还是不同。亲民党是宋楚瑜的确是一个个人政党，可是宋楚瑜并没有把棒子交给宋正迈，就永远就是宋楚瑜嘛。那宋楚瑜没了，这个党也没了嘛。那跟民众党不一样，民众党它是一个家族。就柯文哲现在虽然被羁押出不来，可是怎么样？按照白头山的血统，18减3血统，对，要按18减3血统，应该是由柯美兰，对不对？你不要脱北者就来白头山，对，我觉得他们基本上是有个董事会的概念董事长是谁？是柯文哲，谁是董事？就是柯妈妈嘛，柯妈妈是名誉董事长，董事里面还有柯美兰嘛，陈佩琪嘛，橘子嘛，他们是决策的核心。那至于说什么蔡壁如、黄珊珊，你们就是我们所雇佣的打工仔，你们就是总经理 CEO 啊，你们做不好就换人，所以要这个蔡壁如做不好就换黄珊珊，黄珊珊做不好啊，再换其他人嘛。像还有就是像你看现在的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立委这个黄国昌他也是属于这种嘛。那黄国昌现在算什么呢？黄国昌是找那个散户，知道吗？市场派现在对的公司派，他去收购那个委托书你们大家来委托我所以但是问题是这个政党还是一个非常以家族以柯文哲这个血脉为主的政党。其实除了你看到金华城这所有的案子在延烧以外，我觉得最近国人大概除了关心川普当选以后的状态，你终于也关心到国内有一些，譬如说总预算的事情，譬如说财划法的事情。俊宪委员，请问一下，财划法打成这个样子，接下来呢？然后第一个，他现在当然就是会送到政党协商了。对啊，因为他已经出委员会了。不过我们也看到他有多么荒谬不合理的地方，因为他其实有20几个版本。这个法案如果硬要推国民党最后也会过蓝白，因为多数。可是你要让大家来讨论发言，他第一次发言的时候，一个人1分钟，你1分钟怎么讲？所以当然民进党抗议嘛。那第2次的时候，他用诈骗的，他说好，大家来协商同意让各县市的代表都来。对。结果来了100多个啦，满各县市都有人来了，台南市政府也派好几个人，财税局长一堆，主计处长都来，陈其迈跟人公公都赶紧照来陈其迈说他来回要4个小时，在现场坐3分钟，一句话也没得讲，就结束。这个严重伤害到朝野的互信。我们当然在陈玉珍招委你以后你招委下了决议，那大家怎么看？你是尽量给你讲真相，要不然如果你要抗争，你要强行通过，你得讲我避免我不跟你们讲对吧？我就是多数嘛。
不是嘞，你先恭贺啦，来明天大家好好来开会啦，那各县市派代表来，好，那各立委要登记发言的，通通来。你是这样的就这个决议呢？哎呀，结果这个跟诈骗局长有差不多。以后你们搞个法案哦，就让他从金门县赶来。我先不要说这个法案内容合不合理，但是法案内容你觉得是抢钱？这我全部举本来就抢钱了。你像马祖15000人，对，他原本6亿啊，他过了要变63亿，哇，那咋归赢呢？15000个人，你想一想，台湾一年如果以后这样的都分配60几亿给马祖，这合理吗？他原本的6亿变为10倍，那你告诉我，他多了10倍钱，他要做什么？他现在是没有内容的，你有形态那全国最有钱的台北市嘛，台北市先拿3%，先拿到200多亿，还没做啥。柯志恩反对，反对。我举一个，因为这牵扯到地方选举啊，讲白一点。我举一个最清楚的，台南市的面积比彰化县大2倍。我拿跟彰化县比，台南市的人口比彰化县多了60万。台南市有186万，彰化县在124万，比彰化县人口多60万，面积大2倍。位阶台南市是直辖市，彰化县就是一般县市，台南市分配的比彰化县还少。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觉得这好像有一点，只要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就抢钱，我得给分管。不是我们执政县市多，就是我们抢钱，好不好？我觉得你阿爸，你告诉我啊，我刚就拿台南市跟彰化来比，你总要有一定的理由和说明。那这个其实是在过程当中，就是大家可以问的，大概讨论的嘛。你不应该把这个部分给没收掉，因为你现在说明政党协商以后出来，你就是被逐条表决。那由财划法，我是觉得这个看出啦。那你现在国民党硬要推这个难道这个跟地方财政、中央财政分配是没有关系的？你这根本就是完全政治思维。OK， 要不然你告诉我马祖凭什么多10倍？我不是反马祖，但6亿变为63亿，我跟你讲，他都不知道怎么用了。对不对？不，这个很多完全不合理的分配啊。马祖会盖高速公路了，对，不会，来，先说好了，地方的财政的划分，让地方能够财务自主，一直以来是民进党的主张。就现在民党执政完之后，在野党来帮你处理这个相关的财划法的问题。就我所了解到现在，民众党有版本，国民党有版本，民进党好像没有版本。就我所了解到现在，民众党有版本，国民党有版本，民进党好像没有版本。很奇怪啊，为什么？如果你们这么觉得应该要做啊，民党没有自提版本，好像连行政院也没有提。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现在所有的包括各县市，通常都会觉得中央太有钱了，地方不太有钱。所以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普通统筹分配款的方式啊，让各县市能够拿到多点钱，能够做地方建设。当然，细部非常需要讨论，因为这个公示指标该怎么去定，每个县市想法都不一样啊。他现在讲的就是大家没得讨论的意思，没得讨论。可是问题是，你们民进党也没有版本出来讨论啊。不是，我要讨论你的版本啊。那为什么你们不提出你们自己的版本呢？我想，这跟民进党提不提版本是没有关系的。第一个，现有法律有20几个版本。那现有的开会期程你排了，那你就要进入这个议程，你就要去讨论这些。而且你各县市代表叫来，每个县市也会觉得彼此不公平。像台南，我刚刚提了，台南市跟彰化，台南市一定有意见嘛。那你要让地方代表讲话，要不然你就直接不需要把他们请来。你个当然，你说让各县市能够发言，这基本的，这是应该的。这个我觉得党部不需要讨论。为什么连柯志恩委员都会有意见？因为好了，讲白一点。因为这跟地方每个地方太多了，对，都会希望这样。我举例来讲，我们新竹市，坦白说，我看到这版本我也觉得很奇怪啊。你知道我们新竹市人口45万啊，基隆市人口36万啊，为什么基隆可以拿到的金额是这个？基隆可以拿到221亿，然后我们新竹市只有180亿。对啊，新竹市还有竹科呢。对啊，就你们国民党拿出来版本，竹科要少一点吗？没有，国民党内部版本，老实说也蛮多版本的，20几个版本，对，版本。所以我跟你讲，所以内部在讨论，我觉得还要讨论啦，这个不是已经结束了啦？那没有办法讨论，他没收讨论了。你会到。他不讨论了，那也他把提出委员会嘛，你到时候朝野协商就要变密室嘛。这个你可以在，我就讲一句话，
财法25年没修正，该不该修？当然该修嘛，这个一定很容易说服社会大众。在这一点上，国民党很容易赢。25年没有修嘛，好，可是但不要急成这样子。可是这个的确是啊，可是在过程当中，你要树立几个让人家很清楚知道，你要怎么修？因为你是国会第一大党，我相信国民党未来想执政，你不能让大家觉得全部包在一起，然后你在内部也有杂音的状况下，就丢掉那个小房间。OK， 你丢到小房间，到时候怎么办呢？会争议很大嘛。但可是已经丢进去了。对，所以我说这的确在。尤其是在野党最大的在野党，包括连民众党的方面，的确我觉得可以让这事情可以做得更公开透明。因为要知道公示指标怎么分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这很复杂。虽然不能够说得很清楚，但是至少要让各县市的首长来讲的时候，为他自己各县市来争取他们想要的这个财源，是合理的。所以我讲国民党包括在野党的确有需要做更完善的地方，但是我也要说，民进党之前这么希望地方能够自主财源，但是在这么重要的重新讨论法规的时候，它缺席了。国民党讨论法规，你们可以认同，可以不认同，但是你们完全不做出包括行政院、民进党相对的版本的提案，我觉得也是可惜的事情。来，我就讲一下这个财法法，其实25年没修，每一任总统任内都想修，马英九也想修，谁都想修，但是很难提出一个版本。民进党没有提版本，是因为执政党一碰触这个就会遇到。每个县市都会希望钱多一点嘛，卖供这一定是很实问题嘛。所以你这样要怎么分配？就第一个难度嘛。第二个，你说县市自主，这没有这样的主张，不可能有自主的，因为一定有人就是比较穷嘛。你像苗栗，你叫他怎么自主？他整个县的税收连付薪水都不够，所以为什么要中央统分配税？就是我必须要有一些劫富济贫，劫富济贫，我怎么调来调去嘛？那你现在把中央这个东西拿掉。第二个，中央开办的福利，像一些社福啦，一些健保那些中央开办的，你起码给提6000几个，那请问怎么办？或公务人员加薪，一毛都没有。OK， 这个就可以谈嘛。啊，你把人家没收讨论，我们二读前会处理好吗？不用到3读，2读前就会处理了。财法法这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真的攸关台湾未来的一些发展，那非常重要。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但是清华，对全世界来讲，包括对台湾来讲也是啊。两岸之间跟川普当选，未来会怎么样？影响很大，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什么战都是从川普当初开始。对。可是这一次回来，因为过程当他讲了一大堆保护费，什么讲了，让我们台湾人也会有一点忌惮。可是现在好了，他就是当选了嘛。他当选了以后，你觉得他当选以后好，包括他会面临到什么样一些的问题？尤其在财经方面，或是他尤其在中美之间，未来在财税上面，他动不动就你关税。什么60%、180%，随便讲这些，在未来来讲，又会中美之间贸易或关税大战吗？基本上新一波的关税大战，这个基本上就很难避免的嘛。因为对川普来讲，这个是他最直观的武器，而且呢。各位要确定一件事情哦，确实在川普任内所打的这个关税战或是贸易战，这个美国过去就等于说这几任的总统没有人敢像川普这样打的啦，而且打完之后确实造成世界上的质变。什么叫世界上的质变？对台湾的影响就是你看到很多台湾的这个我们讲说供应链回到台湾来，像广达这些都陆陆续续回到台湾设厂，所以台湾在过去这几年得到这个台商回台设厂的效应是非常的明显的，这是一个。那第二个，你也看到另外一个效应是，有很多的供应链从中国撤出之后，有的到越南啦，有的到印尼啦，然后有的到墨西哥去，这个效应也是很明显的。所以你看到中国现在遇到它的经济现在卡住，跟这就有很大的关系嘛。除了中国自己的房地产卡住之外，它有许多的工作就业机会就外移了，制造也跟着外移走了。所以这个是川普第一波的这个贸易战跟科技战打出来的结果。好，那到拜登时代，你会发现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川规败水啦，就拜登做的只有比川普时代多更多，没有比他更少，而且拜登做的是用这个找盟友的方式来做围堵，所以等于说我管制了你的这个设备了之后呢，我要我的盟友，比如说日本啊，你这个卖半导体的这个设备跟材料呢，你就是不能卖，大家一起来做围堵。荷兰的 SMO 你就是不能卖，所以这是拜登时代的做法。那现在回到川普时代，好多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至少我们先告诉大家这个在川普当选之后呢，这个看起来中国对这件事情一定是介意的啦。之前还有人跟我说，这个习近平最希望川普当选，我想说这个真的有很多小朋友说，这个习近平最希望川普当选的，说川普如果当选了，这个看起来呢本来
拜登呢揪盟友的态势一定会被打破，所以呢，这对中国来讲呢，就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但是我必须讲，这种想法是属于戏剧的想法。这个是戏剧的讲法，这不是实际的讲法。因为对中国来讲，现在最担心的呢是不知道这个川普要出什么招，你的关税战到底要打多深。所以呢，等于中国的外交部呢，第一个他呼吁川普要慎重处理涉台问题，第二个。那个习近平呢，等于也是这个告诉拜登一方面恭喜他，一方面告诉他说，中美之间呢，合则两利，斗则两害。这个川规败水啦，就拜登做的只有比川普时代多更多，没有比他更少，而且拜登做的是用这个找盟友的方式来做围堵，所以等于说我管制了你的这个设备了之后呢，我要我的盟友，比如说日本你这个卖半导体的这个设备跟材料呢，你就是不能卖，大家一起来做围堵。荷兰的 ASML 你就是不能卖，所以这是拜登时代的做法。那现在回到川普时代，好多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接下来就会发生什么事？至少我们先告诉大家这个在川普当选之后呢，这个看起来中国对这件事情一定是介意的啦。之前还有人跟我说，这个习近平最希望川普当选，我想说这个真的有很多小粉红说，这个习近平最希望川普当选说川普如果当选了，这个看起来呢，本来拜登呢揪盟友的态势一定会被打破，所以呢，这对中国来讲呢，就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但是我必须讲，这种想法是属于戏剧的想法。这个是戏剧的讲法，这不是实际的讲法。因为对中国来讲，现在最担心的呢是不知道这个川普要出什么招，你的关税战到底要打多深。所以呢，等于中国的外交部呢，第一个他呼吁川普要慎重处理涉台问题，第二个。那个习近平呢，等于也是这个告诉拜登一方面恭喜他，一方面告诉他说，中美之间呢，合则两利，斗则两害。那为什么要讲这个话？意思就是告诉你，不希望走到斗的那个阶段。为什么？因为在川普的第一任内，我们要跟大家帮大家回忆一下川普跟中国有没有达成协议？有，签了厚厚的一份协议，那份我看了好久的时间，最后中国大部分都没有做到。所以对这个川普来讲，请问第一个，对于跟中国签的协议，你觉得川普的印象会是好的吗？当然是不好的嘛。交涉完的结果呢，大部分都没有做到，答应好要买的大豆的数量也没有买到，然后害美国还补贴了一大笔钱给农民，所以这就是当时川普遇到状况，再加上后来爆发 COVID-19 的疫情，所以对川普来讲，哇，这个叫新仇旧怨啊。所以呢，这个现在呢。对川普来说呢，你看这个中国官媒的评价说川普当选之后，商人还有得谈，对。可是你要想的是，他谈的跟他谈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不是中国愿意付的嘛？至少在川普第一任内，中国是不愿意付的嘛。而当时川普所调高的关税是20%、45%这样的比例，但是呢，川普这一次讲包括像车子的项目你知道对中国来讲，现在在旧经济所寄出来的新3样里面，其中1样就是电动汽车那电动汽车呢，美国自己有特斯拉，而且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这是川普竞选的过程，因为全部绑在一起连胜选之夜这个川普把自己的全家，因为川普有好几个大合照都有他，川普有好几个老婆跟家庭川普有好几个，川普这一次因为跟上次比起来又有年纪了嘛，所以川普这一次带出来孙子变多了，所以等于川普跟不同的老婆，然后跟不同的小孩以及孙子全部都抠出来。你知道另一个跟川普站在一起的家庭就是马斯克，所以等于说跟川普站在一起的是马斯克，而且现在还传出来这个。川普有可能想要替马斯克设立一个叫政府效率部，所以等于说这2个的关系，那我只问你一件事情：站在美国国家利益上面，保护特斯拉优先，还是这个跟中国公平贸易优先？当然是保护特斯拉优先啊！所以川普才会喊出来要课100%、200%，针对中国的汽车去课关税。那你说没有关系啊？中国电动车我就移到墨西哥去设厂就好啦，我移到越南去设厂就好啦。这些国家，尤其像墨西哥，还有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我设厂完了，把车子一样卖到你美国去，你也没皮条啊。对不起，连这个川普他都说不行。他说现在即便在越南设厂的，在这个墨西哥设厂的，只要你是中企，他一样会追到底，也就是这些东西仍旧要追税。所以等于说，对于这个川普的贸易战来讲呢，它是一层一层的下去，未来项目看起来会非常的多。所以呢，这里面分2个部分来形容。第一个。这个是在《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它里面在报道就这一条就澳洲有一家家电公司叫伯父伯父做的其实是高档的家电附加价值很高然后他在这个中国请了大概1000多个工程师然后把他的品相做到很好结果呢他就告诉你说，现在川普当选之后没有第2个问题了，
他没有第二个问题是他们原来只有一个问题，川普会不会当选？川普当选之后没有问题了，就是把厂呢移出去撤出中国，然后看找到哪一个据点。因为川普的贸易战加下去的关税，它生产完如果要卖回到美国去的话，那个金额是他无法承受的。所以企业会有一波新的搬迁潮，这看起来呢是会发生哦。而且我预计啦。很多人呢，应该会在川普动手要课那个关税之前，就自己先搬走，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影响是对台湾自己的，很多人说对台积电会不会有影响？因为这2天还传出来说，那台积电的2奈米是不是冲着川普要早点过去？那按照现行的政策 N+1，这个应该是不会发生啦。台湾至少要等到1.6奈米生产之后，2奈米才有可能会到美国去啦。那对于台积电来讲，手上啊这个等于说美国晶片法案答应要拨的66亿美元会不会有影响？那目前所知道的是，拜登政府应该会在明年任期到之前，把款拨到这个台积电去，所以应该是没有影响。那对台积电会不会被关税战打到？当然不会啊。现在的状况是，台积电在美国跟日本的厂设的比大家想象中顺利哦。在美国那个地方是，除了厂会比预期中早量产，而且良率高之外，现在看起来呢，在那个整个凤凰城台积电厂区周边哦，那个房地产的涨价效应跟商办出来的效应比具体明显，所以对川普来讲，那些都是就业机会跟选票，尤其这个台积电所在的亚利桑那，这次看起来应该也是川普的主要的胜选区域啊，所以我觉得他对台积电的影响应该是不至于会太我觉得是没有影响的。OK， 范老师，可不可以1分钟告诉我，川普那时候在选的时候，只要他当选，北京就不敢打台湾，他那时候讲过这些。所以两岸之间，川普当选以后到底会怎么样？来1分钟告诉我。我现在比较想看到就是川普现在的国务卿会是谁？还有他的这个所谓的国防部长。现在外传的几个人啊，第一个蓬佩奥可能会当国防部长，因为他当过在川普当第一任的时候当过 CIA 局长，也当过国务卿，然后他也是西点军校出身的。那现在说国务卿啊，他可能当国务卿，有可能是欧布莱恩，他当过这个前国安顾问，但这2个人都在2021年被中国官方制裁对象。他们不准到中国，也不能到香港，他们的家人也不能去，也不能用淘宝，不可能跟好，那问题是，如果他们2个人，一个是国务卿，一个是国防部长，中美一直有2+2会谈嘛，他们怎么去中国？他们只能来美国谈，对，只能来美国谈。然后蓬佩奥说：“谢谢你制裁了我。”那另外还有2个人，有可能就是那个卢比欧，他是参议员，还有就是科顿也是参议员，他们也在2020年也被中国制裁，他们2个人也有可能成为国防部长、国务卿。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尴尬的是中国，因为川普身边人都是这些人，而且他非常强调要忠于我。所以你看到这2天，蓬佩奥这2天又被川普称赞嘛，说他一直以来一直忠于这个我没有对我不离不弃。所以我觉得川普就是只要背叛我的人就从此不再录用，但是忠于我，可是特别是在过去4年拜登执政的时候，一直跟着他。然后忠于他的人，可能就会进入到华府，深入到 DC， 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现在最担心的地方。OK， 在未来川普那还会有人提出哪一些，包括在对全球来讲会有共同影响的一些东西，不管是在关税方面，在经贸方面，尤其在两岸之间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